我觉得买的最成功的就是当初我们是怎么样选的这个房子。要不要这么笨啊？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东云西游，我是住在东京的西妈。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家的露台改造的过程。那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公寓的外面有一个30-40平米的一个专属的露台，但是之前呢，要么因为太冷，要么因为太热，都没有充分的去利用它。最近呢，去了一趟宜家，买来了一些室外用的家具啦、用品之类的，想把这个露台好好的布置一下，打造成室外客厅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接着往下看吧。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改造前的样子，然后另一边呢就是放一些细细的东西，还有一个储藏柜。买了这种拼装的地板，我们这次只买了一组，想要试试看，如果好的话就再扩充。好，完成，地砖就是这个样子了，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而且和之前最早的时候买的宜家的椅子的颜色也比较搭。下面这个沥水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个地方呢，应该以后还有扩充，所以就先不处理它了。否则的话呢，可以用剪子把这个地方剪掉就齐了。OK， 下一个。一边干活一边跟大家聊一聊天吧。当初我们是怎么样选的这个房子？其实在日本生活呢，有2个比较大的方向，就一个是一户建，然后一个呢就是像我们现在住的这种叫公寓楼。那一户建呢，就是大家经常在动漫里面能够看到的那种独门独栋的房子，那种房子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憧憬的。但是为什么我后来就没有选择一户建呢？是我们向往的那种一户建，是向往它那种独门独院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如果是在东京都内找这样的房子的话，它一般都会非常的小。当然，除非你很有钱，非常有钱的话，你可以想住多大就住多大。在有限的预算的前提下的话，其实呢，在都内只能买到一小块地，然后在上面盖一个非常小的一户建。我周围的朋友，比较平均能够买到的就是100平米左右，不是1层100平米，是2层甚至3层100平米。也就是说，里面的每一层只有30到40平米。从功能性来讲的话，可能我就会比较介意一直要爬楼梯上上下下的这种感觉。然后另一点让我比较介意的就是一户建它的房子之间的距离都非常的小。还是刚才那句话，除非很有钱，你可以买一个很大的院子，谁也不和谁挨着。但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你会和旁边的邻居，你推开自己的窗户能够触碰到你旁边邻居家的楼或者是窗户，所以就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有那种独立的感觉，或者是那种很有私密性的那种感觉。为什么这个钉子钉不进去？所以呢，后来我们在实际买房子的时候呢，就转换了一下思路。那既然很想要那种就是独门独院的那种感觉，那另一个选项呢，就是有这种屋顶阳台的这种公寓楼。所以我们就筛选了一下，看了几个符合这种条件的公寓楼。这个房子的露台呢和客厅是相邻的，
所以呢，从客厅看出去的话，就景致就比较的好，比较开阔的这种感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选择公寓而不是一户建的原因。其实日本的一户建呢，也是有非常多可以憧憬的地方，就比如说它实际的面积还是要比公寓要大一些的，还有就是这种走在路边，然后指这个房子说，哎，这是我家的那种感觉，就是很 dreamy。但是呢，实际上操作起来、买起来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想要什么，要想清楚，然后再来决定。好。好，第2件完成。要不要这么笨啊？我以为它会是最好弄的一个。明天我们再继续开工吧。今天先收工喽。嗨，大家！今天早上拉开窗帘，就感觉露台上面的氛围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买的最成功的就是这个地板，让这个露台上的氛围变得非常的柔和。那今天有2个小任务，一个呢就是这个也是宜家的，是一个白色的帘子，用这个把露台的栏杆围一下。还有呢就是之前我在 Amazon 上面买了一点灯饰，装点一下，我觉得晚上一定会很好看。那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开工吧。最后一项就是装灯。好啦，完成啦！我在这个花坛里面种了一些香草，比如说迷迭香啊、薄荷，还有大叶。那打开厨房门就可以直接摘这些香料。这个地砖就不用说了，我非常非常的满意。对面的这些坐垫，还有我现在做的这个坐垫，用完了以后呢，就可以收纳到专用的一个收纳里，还是很方便、非常实用的。所以晚上是什么样的效果呢？